Key West， 我们终于抵达了美国的最南端西郊岛，阳光、大海、沙滩，空气里都是海岛城市的味道。这里是美国最南端的标志，有着落日故乡之称。这里距离古巴只有90 mile 的距离，同时也是海明威的故乡。在这里千万不要惊讶路上随处可见的大公鸡和海明威小说中的6尺猫。而我们这次最重要的，将带大家一起体验岛上200美金一晚的海景露营地，到底值不值？一定要看到视频最后哦。Boys 露营地位于 Dog Island。Key West 因为岛上面积有限，还有军事基地的原因，是没有对外有专门给房车的露营地。而从最近的 Stock Island 到 Key West 小岛上，开车仅仅10分钟左右，所以 Boys 露营地也就成为了许多房车或者露营朋友们的不二选择。这里穿插一个小故事，这个露营地最初是有一对加拿大夫妻创立的，为了躲避加拿大的严冬，他们开着自己改造的房车一路向南来到了 Key West。最后因为太喜欢这里，就买了地，开始经营露营地。1963年，露营地正式开放。那个时候，露营地每晚的价格是1.5美元。那个年代也正是美国嬉皮士文化孕育的年代。这个像手指伸出去的地方就是露营地了。这里是入口和前台，只要选择沿着海岸线的营地，基本都是能看到海的。当然，想要没有遮挡的海景，最好的位置肯定是延伸出去的位置。最前面的位置因为靠海太近，位置很小，所以只提供给了帐篷扎营。通过地图可以看到，这个营地还有专门提供给船下海的码头。这个营地一共有4个主要的区域组成，每个区域都安排了单独的公共卫生间和浴室。这里还有沙滩区域。具体营地的设施我们会之后详细带大家了解。我们先来看看营地的收费情况。这家营地会根据3个不同的旅游季节来收费，不同的区域肯定收费也是不一样的。在内陆的帐篷营地，旅游淡季的时候是65美元，旺季是80美元。想要住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海景最好的区域，在旺季的时候是100美元。这里我们来看看我们房车住的营地，我们订的是专门的 RV， 有水有电的营地，开阔海景。这里淡季是165美元，我们订的时候呢，属于当季，是190美元，算上佛罗里达12.5%的税，最后大概在200美元。而这个位置在旺季的时候呢，是225美元一晚。这个价格跟 Key West 的岛上300-400美元一晚的非常普通的酒店民宿比，还是有很高的性价比的。如果选择来 Key West 玩，就算不住房车，也是推荐在 Key West 附近的岛上订住宿的地方，然后租一辆摩托车上岛游玩。附近岛上的住宿呢会相对便宜一些，摩托车上岛也不用担心停车问题啦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露营地究竟有些什么设施。那就是这个房车营地里面呢，有各种不同的类型，比如说像这边的这种非常大型的客车式的，它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客车，然后它的后方呢，房车的主体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几个拓展的空间，通常呢是前面会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客厅，又有沙发又有什么吧台之类的，然后后面呢延展出来可以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卧室，然后里面包括一个非常豪华的独立卫生间。这样的稍微小一点的，但是其实也是挺大的，就应该是算 C 型房车吧。前面一般就是一个皮卡或者是比较大 van 的一个车头，然后后面是一个厢式的房车的结构。通常呢，这前面驾驶员的头顶是有一个突出的区域的，这个突出的区域呢，一般就是作为一个卧室，可以住更多的人。其次呢，在营地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跟我们一样的 B 型房车，然后这边是一个道奇公羊的 B 型房车，然后那边也是一个道奇公羊的 B 型房车，这边道奇的公羊的 B 型房车也挺多。可以看到这边呢，跟我们对面一样，有很多帐篷营地。帐篷营地呢，相对设施少很多，他们没有电，然后也没有专门的水，但是可以看见的是有一个烧烤架，然后有一个野餐的桌子，相对面积呢比较小，价格呢相对来说也会便宜不少。这个营地好像有3个左右的这个垃圾桶在负责不同的区域，因为这个营地是很大的。
然后平时用完的垃圾大家就自觉的都打包好，然后就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就不会造成垃圾到处都有，污染环境啊，然后发出臭味什么的。这个地方的营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告示，和那个其他的地方都不太一样，因为这个地方是那个西礁岛，然后上面有非常多的海鲜，所以说它让不要把那个鱼的残渣呀，或者是虾之类的、虾头之类的，还有剩余的鱼饵之类的，放到这个垃圾桶里。因为我们的猜测是因为那些海鲜的话会非常的臭，然后那样的话会引来很多苍蝇啊，或者是散发出很多的味道。他的说法是，这些东西吃完以后就直接放回到水里就行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条路上两边又是停了非常多的大篷车，但是这边呢就跟我们的营地不太一样，这边就是只在那个内陆的，就看不到海影，就没有直接在海边，所以说那个景观相对就没有这么好，价格呢也相对便宜一些。大家可能会关心，平时开这么大的房车出行的话，如果中途想要出去买点东西，或者是要出去玩的话怎么办？因为不可能每次都开上这么大的房车出去，所以说呢，他们一般会再带上一辆小的车，就是用于平时的通勤使用。一般会用一个后拖式的一个架子，就可以把小车停在这个拖架上，然后这个拖架呢会挂在房车的后面，这样呢相当于是一个大房车后面带着一个小的通勤的车，就解决了这个平时需要通勤的问题。这就是专门停房车的营地。这边的营地呢是挺好的，这边停房车的区域呢是有这种石子的铺装，然后呢有水啊或者是有灰尘是之类的就不会太多。这边它做了一个平台，然后这个平台上呢就放的是一个野餐桌，或者你平时可以放一些更多的椅子啊或者烧烤架之类的都非常方便。这边比较齐全的营地的话，它是有供电、供水以及排污系统的。然后供电这边呢，南哥之后会专门的介绍，它有不同的电流，然后插头供不同大小的房车使用。然后这边供水呢，这边就是接的城市用水，然后跟家里的那种水是一样的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往水箱里加水，或者直接接到房车的供水系统直接用就行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下水道，房车上面的灰水啊、黑水啊就可以直接接到这个下水道里面。一般会用一个这样可延展的管子，然后一头呢接上房车的灰水或者是黑水箱，另一头呢就接到营地的排污系统，就是这个地方了。一般是把它打开以后，然后这个地方有个接头，接上去就 OK 了。OK 了。然后呢，另一头我们来看车下，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房车专门的出灰水的一个口，然后就把它接上。然后现在就 OK 了，灰水箱里出来的管子呢就会顺着这一条管路，然后整体的被排到营地的下水系统。其实我们的电线呢就放在后面这个箱子里，非常容易拿。它有个好处是你只要，因为你在开后门的时候先开这个，你这个门只要一打开之后，这边就直接可以掏出来，所以这个是操作步骤最少的一个方式。哎，姐，让一下好。开门呢？然后在房车营地我们用的是这种线，一端是接在我们的房车端，就长这样的一个接口，然后把它接到，然后我这边，一般美国营地呢，房车营地都会带有这样的一个电箱，然后一般会有两种接口。左边这个是60安的，给大房车用的接口；右边这个是30安的，给一般小型房车或者 B 型房车用的。我们呢不需要60安的，所以我们接到这个30安的接口上面。好，然后用的时候要注意先把这个电箱的开关打开，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到了，所以就已经提前打开了，所以这一步我们就不需要了。现在按电接好了之后，我们回到车上，安装了这个接口有个指示灯，现在灯已经亮了起来。包括插头上有一个绿灯，说明现在也是有电的。这个地方呢就是营地的办公室，然后每次新来的住户的话就在这个地方注册登记。这个营地也有一些小的活动中心吧，那我们看看有些什么东西。这里面有一些活动设施，像台球桌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装置，它是什么呢？它就是美国这边非常流行的卖冰的一个东西，然后在很多加油站呐、或者是房车都是有这个东西的，因为美国人离开了冰险就是活不了。一般有2个门，然后打开，大家可以看见里面全是放的冰袋。在那个房车营地的办公室这边后面就是一个游泳池，
面看到这个游泳池还挺大的，还不错，有一些躺椅啊、遮阳伞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洗衣房，跟那个 KOA 的设施差不多的，可以用硬币在这个地方洗衣服来烘干，非常的方便。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几个集装箱式的小木屋啊，用集装箱做的一个小房子。这个地方呢，大家是不是好奇这个架子是什么？这个架子呢，就是平时他们用来拖船的。这个船呢，平时这个架子会车倒到那个水里面去，它是有一个斜坡的，然后倒进去以后，船就开到这个架子上面来，因为有水嘛。船上来以后绑好，整个车再拖着这个架子和船一起上岸，船就会坐到这个架子上，因为没有水的。哇，大家看这个。这个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一个非常非常豪华的房车，你看这个房车的高度简直就像2层楼一样，旁边还有扩展出来的客厅的房间和后面卧室的房间，前面好像是一个柴油的货车头，然后提供动力来拖动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。你让我到那个房车下面去看一看，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比例到底有多大。这个好高。Vaya, folclórico. Oye, disculpa la tardanza y los dolores de cabeza, ¿sabes? Agradezco tu paciencia y esta gran oportunidad. Dile. Ya tú ves.